这个公主简直疯了，为了彻底控制弟弟，她竟然要让死去母亲的情敌成为自己家族的养女。她这么做到底又为了什么？雷杰普简直不敢相信卡伊娜会提出这种计策，他十分怀疑哈尔梅公爵根本不会接受这个决定。可是卡伊娜却让雷杰普放心，相比于得罪雷杰普，让哈尔梅家族失去黑市的财路，让凯特琳成为自己的养女，哈尔梅会获得更大的利益。紧接着雷杰普再次提出质疑，凯特琳也和皇帝生有一子，雷杰普帮助了凯特琳，万一他的孩子当上皇帝怎么办？卡伊娜听后让雷杰普放心，凯特琳很讨厌权力斗争，她不过是希望能和儿子平稳度过一生，她绝不会让儿子去竞争皇位。就算雷杰普答应，海因里希也不会让自己再多一个皇位竞争者。加上父皇最疼爱这位小儿子，这正是他们姐弟俩唯一的生存之道。雷杰普去保护凯特琳，不仅能得到父皇的认可，同时还能掌握一个重要的人质。雷杰普真的不敢相信，曾经那个自恋呆傻的姐姐，却能将局势分析得如此透彻。她身上那种运筹帷幄的掌控姿态，让雷杰普感到了畏惧。突然，他拉住了雷杰普的手，询问他：“我们的误会解除了吧？我们一起走吧。”雷杰普更加错愕。此时的卡伊娜仿佛又变回了之前体贴善良的姐姐。雷杰普有些失落，虽然误会解除了，他的怒火也全消了，但卡伊娜的聪慧却让他感到了威胁。这一刻，他开始犹豫，以后该如何对付卡伊娜。而解决了雷杰普这个麻烦后，卡伊娜要专心做下一步准备。一个对她至关重要的人来了，那就是新的女仆奥利维亚。这是奥利维亚第一次进入皇宫，在贝拉的带领下，她很快来到了公主府。让她颇感意外的是，富丽堂皇的公主府，算上她在内，居然只有4名女仆，而且还让她负责接待客人等重要职责。她的地位已经仅次于贝拉这位总管了。她是在搞不懂卡伊娜到底想干什么。随后，她在贝拉的带领下，朝着卡伊娜的房间走去。原本她的情绪还十分紧张，但四周淡淡的清香很快就让她的情绪稳定下来。很快，她就见到了身穿蓝色裙子的卡伊娜，她大方地向卡伊娜行礼，谁知却得到了卡伊娜的称赞。原本奥利维亚报道的日子是明天，能提前过来做准备，可见她很聪明得体，深得卡伊娜的喜欢。卡伊娜仔细看着眼前的女人，虽然奥利维亚无心权力斗争，但她却非常聪明伶俐，很懂得察言观色，选择她这样一位大方得体的女主做自己未来的坚实后盾。卡伊娜这买卖绝对稳赚不亏。两人正在聊天的时候，基德雷公爵却在此时登门拜访。他是帝国最冷酷的公爵，任何女人只要靠近他，就会让他全身抽搐，痛苦不堪。可唯独当他和公主拥抱、亲吻她的手掌时，却能让他无比的安心。基德雷刚刚发誓要无条件的支持和信任卡伊娜，谁知卡伊娜却告诉他，自己不会把所有事都告诉基德雷。他们明面上是合作关系，但他不会和基德雷商量，要完全独立做出决定。这是为了不被别人知道自己最后的底牌是什么。他质问基德雷，即便在如此不公平的状态下，基德雷还会无条件的信任自己吗？谁知基德雷竟然毫不犹豫地表示，自己永远都会无条件的信任卡伊娜。其实就连基德雷都弄不清楚，他到底为什么如此信任卡伊娜，但他会始终陪伴卡伊娜。他说着忍不住牵起了卡伊娜的手。曾经多少次他与别人接触，那种痛苦恶心的感觉折磨了他无数的岁月。可自从触碰到了卡伊娜温和的皮肤后，他仿佛彻底被治愈了。他喜欢待在卡伊娜身边，他渴望永远享受这份如沐春风的幸福感，所以他永远不会后悔的。想到这里，他又忍不住吻住了卡伊娜的手背。一瞬间，卡伊娜的心跳加速，脸颊刷得变得通红。他赶忙收回了自己的手，尴尬的谢谢基德雷的信任。为了缓解尴尬，他赶忙聊会了正事，他会尽快安排让奥利维亚和基德雷见面。对方可是个十分聪明善良的姑娘。基德雷听后突然有些失望，他忍不住问卡伊娜，为什么总在他面前提到奥利维亚？其实每当卡伊娜推荐奥利维亚作为基德雷的结婚对象时，他甚至会产生反感，所以他迫切的想知道卡伊娜到底为什么这么做。卡伊娜看他情绪突然这么大波动，就好奇的询问他，是不是自己让基德雷感到不舒服了。谁知他刚问出这个问题，基德雷突然转身告辞了。对于卡伊娜的呼喊，他也毫不理会。他走在路上，心里不断问着自己，他这是怎么了，居然会突然觉得不舒服。其实他害羞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，他这是爱上了卡伊娜。他不甘心卡伊娜将自己推到别人的怀抱。自从他和卡伊娜分开后，基德雷直接开启了疯狂寄信模式。卡伊娜看着一桌子的信，整个人都快裂开了。一旁的贝拉忍不住吐槽道，这货不是爱上公主了吧？卡伊娜赶忙解释，这怎么可能嘛？不过贝拉还是温馨的提醒，如果基德雷还继续这么疯狂写信，他们俩肯定得传出绯闻。卡伊娜捂着脸崩溃地说道，她也想知道基德雷这是哪根筋搭错了。其实卡伊娜没想到，自己一心帮他和奥利维亚牵红线，却让基德雷爱上了当媒婆的卡伊娜。这样下去，卡伊娜的计划可怎么实施啊？谁能想到，这位帝国最有权势的公爵大人，居然被公主的一杯奶茶征服，让他心甘情愿地爱上了公主。卡伊娜让奥利维亚暂且离去，此时还不是基德雷见他的时候。随后他换上了精美的礼服，满脸笑意地说，基德雷大人您来了。基德雷礼貌地向公主行礼，轻轻地在她的玉手上亲吻。基德雷此刻充满了期待，上次卡伊娜承诺过，
不仅会为他再次冲泡香甜的奶茶，更会解答他心中所有的疑问。卡伊娜淡定地表示，今天时间非常充分，他会好好为基德雷解答心中的疑问，不过还是请他先喝杯茶再说。他还特意提醒道，这是他亲手为基德雷泡制的。当基德雷触碰到茶杯时，温和的温度瞬间温暖了他冰冷的手，香气更是在他的鼻腔里肆意舞蹈。此时基德雷更加困惑了，明明他按照卡伊娜教的方法已经尝试了无数次，却总是无法做出如此美味的奶茶。难道卡伊娜是有什么魔法吗？他将疑问告诉了卡伊娜，结果卡伊娜却说是他想多了。其实基德雷做梦也没想到，这完全是爱情的魔力，让他不自觉爱上了关于卡伊娜的一切。两人寒暄过后，卡伊娜开始和他聊正题了。首先他问基德雷是否调查过他的相亲对象吗？基德雷表示都调查过了，结果都如卡伊娜所想的一样，除了奥利安娜之外，另外2个女人要么和海因里希有瓜葛，要么就是有精神病。幸好基德雷没和他们结婚。基德雷一开始很好奇卡伊娜是如何知道这些的，不过他自从听说卡伊娜通过过敏事件成功赶走了身边的女仆，她做了这些事到底在谋划什么？面对基德雷的质疑，卡伊娜没有丝毫的慌张，反倒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。如果基德雷想要知道真相，那就得和卡伊娜合作。如果基德雷答应合作，就不能再有后悔的余地。他不管基德雷想要什么，都会发誓尽全力去帮助基德雷。作为帮助的回报，基德雷也要竭尽全力的帮他。值得提醒的是，这场合作基德雷都是好处。基德雷佩服卡伊娜对未来局势的把控，更怜惜她坚强外表下的脆弱。于是他单膝跪在卡伊娜面前，亲吻她的手，并发誓他一定会竭尽全力辅佐卡伊娜，永远守护她的安全。卡伊娜终于露出了开心的笑容，那就谢谢你了，我的合作伙伴。谁知基德雷却说，他能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困难。之前卡伊娜为了取得他的信任，已经为他付出了很多，这些基德雷都看在了眼里，所以他相信卡伊娜不会做出错误的决定。这样恩怨分明的女主谁不爱呢？前一秒面对帝国第一帅哥公爵时，她还是温柔可人的美丽公主，可是在处理贪污行为时，她终于露出了恐怖的本性。卡伊娜最近都在忙于基德雷的事，一直处于疲惫的状态，于是她决定去中央厨房帮他拿一些滋补的食材。此时奥利维亚却很好奇，难道他们身为公主的贴身女仆，这点小事还要亲自跑一趟吗？贝拉听后一脸严肃地告诉他，即便在皇宫中也要时刻保持高度的警觉，上次就因为一时疏忽导致卡伊娜食物中毒。可是有2个人让贝拉十分不放心，他们就是厨师长和侍女长。自从卡伊娜掌权后，这2人总是和她作对，贝拉怀疑他们有阴谋，于是决定暗中调查他们。谁知刚走到半路就被侍女长给拦住，她大吼着严禁外部人员进入中央厨房。贝拉知道这女人就是在找茬，而她再怎么说也是公主的高级女仆，气势上绝不能输。她高调地表示自己是帮公主检查膳食，怎么能是外人呢？再加上公主之前刚刚食物中毒，所以她必须要严格检查。可贝拉还是太年轻了，女仆长直接回怼她，上次中毒是女仆的过错，和厨房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下贝拉也没法反驳了，但为了公主的安全，她还是拉着奥利维亚，让奥利维亚吸引厨师长，而她去偷偷调查厨师长的秘密。和贝拉不同的是，奥利维亚长得可爱动人，厨师长这个老色棍一见到她，立刻放下了戒心，直接上手开始调戏她。小姑娘挺漂亮啊，要不要考虑当厨师长夫人呢？我会好好疼爱你的。贝拉眼看着奥利维亚被欺负，她实在不能坐视不理，直接用怒吼将他吓住。可是这样他们俩这下彻底曝光了。厨师长知道贝拉是来调查自己的，于是准备利用这次机会好好教训他们一顿。谁知就在他举起胳膊准备狠狠地抽贝拉耳光的时候，身着黑裙子的卡伊娜霸气登场。见到公主来了，厨师长也立马怂了。卡伊娜突然笑着询问贝拉自己有哪些不能吃的东西。贝拉先是一愣，然后说出了坚果和鱼之类的海鲜。卡伊娜听后勾起了嘴角，称赞他果然心细如尘。谁知他突然转头质问厨师长，为何今天他的饭菜中会有一盘烤鱼？她是别人眼中的傻白甜公主，可是没人会想到，在她甜美外表下却隐藏着高深的谋略和冷酷的心，甚至还成为了帝国最强的廉政先锋。